德国怎么看乌克兰发生的这件事？面对最近发生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中间的冲突，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为什么当很多国家开始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德国还在犹豫呢？今天我就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和事情。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中国和俄罗斯中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从这个冲突开始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如果你还不知道我是谁，那没关系，现在还有机会认识一下。我的名字叫 Marky， 我在四川成都。这两天，很多中国和外国朋友们都在问我，德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冲突的一个感觉是什么，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话题都非常感兴趣。我只能这样说，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非常特殊，很特别。反正我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如果你们也是，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朋友们，你们看一下，马克脸上有太阳，这个真的是太舒服了。非常希望这两天你们和马克一样，也都在享受成都这边、中国这边的太阳。这次我感觉春天来得好突然呐、一天还是很冷的，在下雨，然后第二天突然就暖和起来了。我觉得今年这个春天就来得很明显，非常好。今天的天气巴适。这个冲突的事情，这两天真的吸引到了非常多全球的关注。那么虽然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影响到所有的人，但是我都看到有一些人因为这个事情和自己家人和自己的朋友吵架了、打架了，我觉得不至于吧。而且我们不能忘记，当然我们都得希望这个事情快点结束，快点解决好。但是我们普通人，我们也解决不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放太多的感情在这个上面。反正这个冲突已经持续了10多天了，对全球的影响也蛮大的。那么当然，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俄罗斯。我们看一下现在俄罗斯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那边的人怎么过，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The ruble has really collapsed. We've also seen really manifestations at the micro level of the beginnings of bank runs, financial panic, ATM lines around the street, Russians really seeking to do whatever they possibly can to get their hands on foreign currency, and banks really running out of that currency. The one weapon that Russia potentially could wield that would have an effect on global markets in the West would be to cut off oil and gas sales. So that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be looking out for. The thing I would say, though, is that cutting off oil and gas sales would be just as bad, if not worse, for Russia than it would be for the West. These sanctions are not just affecting the man in the street, they're affecting everyone. When you are living in Russia and your currency is tanking, 基本上就是说，俄罗斯那边的人现在因为制裁的这些措施，担心着他们之后没有钱，他们之后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害怕他们的这个钱不值钱，以后没有办法去国外，没有办法购买他们需要的、想要的东西。虽然说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些制裁的措施确实有效果、有用，因为那边的人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事情确实影响比较大。那么这些制裁的方法好还是不好，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了，这个是一个比较个人的看法吧。这个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方式是有效的，是好的，还是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个冲突开始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马上快速的去决定了一些制裁，我都有点惊讶了。说实话，因为平时在不管什么事情上面，我们欧洲那边的人，
我们要想很久很久，考虑很长时间才能做出来一个决定。那么这一次就很快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们德国那边。德国这一次犹豫了，考虑了很久，才决定参加到这些制裁里面。你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有点复杂，因为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历史的原因，因为德国已经参加过2次全世界的冲突，而且2次都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那么参加这2次之后，德国就变成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德国过去的50年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要参加到任何一个冲突里面，要把国际的大事儿和问题通过讨论给他们解决掉。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德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其实算是关系比较不错的。德国和俄罗斯他们有很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特别是经济和能源方面，因为很多德国公司他们有俄罗斯的客户，他们有俄罗斯的供应商，包括说我们德国那边大部分的能源，也就是石油啊，还有燃气呀，还有煤炭呐，还有木头啊，这些都是来自俄罗斯那边运过来的。那么因为这个情况，有可能大部分的德国人就想着，哎呀，一个大的问题，一个大的冲突不会发生，而且哪怕发生，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好好简单的解决一下。但是当这个冲突已经发生了之后，很多德国人发现，哦吼，这个情况，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我都觉得很多德国人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点惊讶，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做什么反应。那么当德国观察了这个事情几天之后，他们突然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动，突然就决定取消和俄罗斯所有的友好关系，取消所有的合作和活动，疯狂的开始支持帮助乌克兰那边，疯狂的开始加入所有的西方国家的制裁，跟之前的一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德国普通的人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其实说实话，谁都不想要一个冲突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没有这个冲突，或者快一点结束。但是我们更不希望被拉到这个冲突里面。其实说实话，很多德国人他们支持我们这样做，但是也有很多德国人现在开始担心，我们会不会变成冲突的一部分呢？我们在这边是不是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呢？所以说在我们德国那边有一部分人就不太接受，就不太愿意支持这个做法，这个方法。那么最后我还想说，现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已经反对俄罗斯，已经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基本上现在只有几个朋友了。那么最好一个最大的一个朋友那就是中国。我觉得中国这一次的方法非常正确，非常对，站在中间支持俄罗斯，但是也接受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然后也说这个事情不应该。但是我觉得制裁永远不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我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呢？你们的看法中，西方做的这些措施，这些制裁是一个正确的方案吗？或者说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呢？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分享有一点点长，但是没事儿，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你们觉得今天的分享马 K 的看法是对的，是还不错的，那我非常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点赞、你们的关注、你们的转发，谢谢喽。现在马 K 要走了，今天的健身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马 K 要说拜拜喽，咱们在下一期视频见。